在玉兰人家的养老社区，记者再次见到游本昌。时隔1年，游老坐上了轮椅，虽然腿脚不如之前方便，听力也略有下降，但是老人精神矍铄，思路清晰。我想您。我也同样啊。哎呀，不胜感慨。您怎么样？我挺好，还是那么忙。我们都成长了，我相信你肯定会有跟我同样的感受，因为只有我们才能更深深地感受到新时代的变化。2025年6月30日，正值7·1前夕，游本昌通过连线与中国国家话剧院主会场的另外7名预备党员一同宣誓，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。宣誓人游本昌。在您准备这个入党誓词之前的那1个月，您心里得怀着什么样的情感啊？真的准备了1个月呀？不止，我说少了。为什么要准备这么久？因为誓词的内容让我觉得这是字字珠玑。过去讲我们在中央戏剧院上课的时候，有老师说，战国时期叫君子重然诺，一言九鼎，不然怎么会视为知己者死呢？所以说出来的话就是然诺呀，这个誓词就更不得了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在我心中的分量，它自然而然的就是很重很重。何况你的发誓啊，你的宣誓啊，必须要植在我的脑子里头。这是我应该做到的誓词，对党的誓词啊。所以你说这是您新的开始啦。灯塔，一座新的灯塔树立起来了，照亮着我未来的生活道路。哦，这就叫归宿。如果您曾经饰演的这个济公看到您戴上党徽，他会说点什么？是必然的，你是在一个向上向善的路上，是在向未来的路上。未来是什么呀？就是以自己所能做到的，所能想到的最理想的标准，未来就应该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幸福啊！游本昌以年逾90旬高龄入党的经历，恰如他演绎小人物的一生，凝聚了一辈子准备着的信念。1956年，游本昌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，进入中央实验话剧院，也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话剧院工作。他在话剧《大雷雨》中饰演一位无名无姓无台词的农奴。这段经历看似平凡，却是游本昌艺术生涯中以小见大的起点。我记得在很长一段时间，您在台上都没台词儿的，是不是？要不就是站在主角旁边的，要不就是从后面出来又走过去的，要不就还演过像农奴啊这样的一些没有台词儿的角色。这是锻炼呐！我在舞台上干事儿啊，在舞台上行动啊，我没有在那儿闲待着，没有，忙得很。举个例子，你看，有一次我上台演一个战士，苹果树下吧，看，哎，
一看到布景上墙有一个黑洞，这个黑洞其实是不只是美工师贴了一块黑丝绒，但是我没有把它当作黑丝绒，我知道这是布景，但是我以假当真呐，这是我哑剧的训练呐，我就当然看。后来美工师感谢我哟，他说你把我搞得布景点活了，这就是假定性嘛。您要不这样做，没人知道那是个洞，也没人知道美工师做了什么。对对。为了这个角色，游本昌查阅了19本书，设计了瘸腿、气喘等角色特征，通过细节展现极端压迫烙印在农奴身心之中的恐惧与卑微。好多人现在翻出那段历史，说您曾经为了演一个农奴看19本书，就为了最后那一瞬间的眼泪。对的，给我分配的呢是第一幕，有一个角色有11句台词，我就不想演那个，我看不出有什么戏。哎，我从这个地方看到，我说大有可为，我觉得我大有可为。没台词儿的，您觉得大有可为？对对对，而且当时有个苏联的人民演员，他写了一本《演员的艺术》，他说了他的经验，他跑龙道的经验，我就觉得吸收了。我在60年下班劳动的时候，我炕上一个老农民，60多了，犯了痰喘病，咳嗽。哎，我觉得这是对的，就赋予这个仆人这个毛病，因为他无台词，无台词不等于没有声音呐，所以我就在出场之前，这过去京剧咱们京剧不是有在台后唱嘛，唱一句再出来嘛，先用声音吸引人家嘛，所以我就有咳嗽。然后出来，哎呀，这个代戏出来了。那个时候舞台上的目光都盯着这咳嗽呢，你一下抓住了大家的心了。所以我那个过场成了一个经典龙套了。那一个过场体现了农奴制社会，体现了这个农奴的悲惨的一生，眼睛伤了一只，腿瘸了一只，都是干活干的，从房上摔下来，等等。这个没角色的、没名字的角色，在这个舞台上被很多人记了一辈子。所以当时电影学院有个苏联专家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像坐在莫斯科剧院的舞台上一样，这就是最大的表扬啊！”他们数过，说你演过79个龙套角色，我是不是都说少了？演员的本身就应该是这样，所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，没有小角色，但是有小演员。从无名小角色起步，游本昌用肢体语言传递微光，为一句台词揣摩市井语气，把生活细节融进角色。上世纪80年代，游本昌开启了哑剧创作。鲜为人知的是，新中国首场哑剧演出就是由他开创的。
40多年前，那场演出的节目单纸面虽已泛黄，却藏着他在哑剧舞台拓荒的热忱和匠心。1年前的采访中，游本昌专门给我们带来了这份节目单。83年8月份，8月25号首映。这个前言是您写的吗？对对对。您的笑、您的思考、您的意见，都将能帮助我们达到以上目的。目的就是为你带来愉快的文化休息。初中嘛。这个动作是在做什么呢？淋浴啊。啊，淋浴哦。没水啊。1984年的除夕夜，游本昌带着他的哑剧《淋浴》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。那个时候您50多岁，好多人都说这多累呀，哑剧也不挣钱，也没多少人看，别干了。这个形式是我最喜欢的，而且我觉得我能表达，因为我心中的东西是很充实的，表达出来是很自然的，很舒服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内心世界的展示，而且它不光是远距离，近距离近到我的面对面，近到你光看我的眼睛，就能感觉到瞳孔里是什么。还会回想起那个时候创作的兴奋，创作的快乐吗？这才一个演员他能够享受到的一种独特的喜悦感、快乐感，一种真是欢喜呀、快乐呀。没觉得自己一个人琢磨这些事儿孤独呀？观众都能看到的，观众都能感受到的，这是心跟心的交流啊，这是心跟心的共鸣啊。所以观众被打动了，广告商也被打动了，让您接广告，您怎么不接呢？一定要鉴别呀，因为广告它是商业目的，商业就是利润，在利润面前，我们要特别的小心，特别要有分辨力，什么是能接受的，什么是不可以的，什么是分寸，一定要把握住，是不是啊？您内心是靠什么把握住的？人民的立场，人民的态度，人民的观点，人民的感情。哑剧《淋浴》让人们记住了这个不需要台词，只需要表情动作就能够把大家逗乐的游本昌。1985年，他迎来了演艺生涯中最重要的角色——电视剧《济公》中的济公一角。他将哑剧元素加入到了济公的表演中，也用自己的理解丰富了这个角色。哎，师傅，给钱呐！哇，要钱？给钱呐！那我可没钱。没钱啊！还你！啊，师傅，拿去。给我。拿走。
哎，这里也给我。哎，您知道，您入党的这个新闻被大家看到的时候，好多人啊开始考古，现在网络上叫考古，把您过去饰演的济公的那些片段又都拿出来，做成小视频。我看了看，那有一个动作被转发的特别多，就是拿着蒲扇吹口气儿，那笸箩里就有铜板那段。您自己家的戏，买了馒头，把钱给人放下，您说小恶也是恶，为什么？恰恰就是创新，因为有了人民的立场，所以才有了标准，就感觉到这个是加在济公身上的灰尘，应该把它掸掉，这是糟粕的东西。所以当时我就说，它本身是个传说嘛，是美丽的传说嘛，我们也可以编呐。这个编是按照我们的标准编呐，教育下一代呀，传承下去啊，这完全不是篡改，是丰富，是发展，是更完美，是更正确，更有声有色，更神妙。那个时候您去新加坡演出，住在一个比较豪华的酒店，导游还问您呢，说你有钱人的感觉好吧？你看这有钱的感觉好吧？还问过您呢啊。我说这不是正确的感觉。我说你看这个主人，这个大财主，跟我站在这个他自己的楼下，来来往往的新加坡的观众都跟我打招呼，让我签名，要跟我合影。我说这个时候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价值的体现呢？而且我这个是他用金钱能买到的吗？出演济公之后，各类商业广告邀约随之而来，但游本昌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标准和准则。所以演完济公，商演来找您，您又拒绝了，心里的那份警惕，那个警钟怎么一直敲着？我有我的理想啊，我的理想是，我作为一个演员的理想，一个艺术家的理想，所以是不一样的。谁富有，富在什么地方？什么是富有啊？什么是穷啊？是精神。他们说呀，您在和这个商业的广告沟通的时候有个原则，国产品牌您支持，进口的都拒绝，真的吗？曾经有过，因为我5岁到上海，家里人就说对洋鬼子要躲着走。我说凭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是这样，这个在我脑子里头，这是不好，这是不对的，不喜欢的，怎么这样的？哎呦，就心里很不服气。童年经历激发的朴素情感让人难以忘怀。1933年，游本昌出生在江苏泰州的一个普通家庭，战乱与流离的阴影是他成长背景的一部分。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迎来解放，16岁的游本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刻。所以在上海解放的那一刻，您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？哟，不得了啊！因为头一天下午，哎呦，上海不得了啊，恐怖，
哎呀，抓人呐，抓得厉害。在车站上不是有电车吗？有轨电车，有8路、6路、7路，说着等什么？等8路呀，就抓走了。就觉得怎么能这样呢？这太过分了，这样镇压，而且贪腐败。所以那一天在上海解放前一天是最黑暗的时刻。最黑暗，打砸抢啊，敲竹杠啊，抢东西呀。这第2天就安静了，没声音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早晨打开的门一看，哎呦，人行道上全部是坐着，当时来讲还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解放军战士，扛着枪在那打着休息，一点不扰民。哎呦，这什么地方啊？就也不怕了，就出去看。然后当时就出来宣传，就出来讲现在怎么回事儿。最重要的就是第2天报纸头条报道一个外国的工头打了中国人工人一个耳光，结果军管会就抓住这件事情，就让他道歉，让他写悔过书，然后在报纸头版、半版就发这张大照片。哎呦，这可不得了哦！这对上海来说是从未有过的。发自内心觉得什么改变了？中国人挺直腰杆，干的是充满正气的事儿。哎呀，就觉得真是换了人间呐，天亮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家国命运，您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和理解？哎呀，这个印象太深刻，太深刻了，决定了我这一辈子在这个问题上不动摇的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，这个奋斗来的新中国是绝对好的，是绝对正确的，就是明朗的天了。这份因时代变革而生的触动，成为游本昌始终如一的情感底色。在职业道路上，无论是演农奴时与苦难者的共情，创作哑剧时用沉默传递力量，还是后来塑造济公时以疯癫外壳包裹济世情怀，他始终坚信文艺的力量在于温暖人心，启迪向善。平常办公的对，看到济公的形象特别亲切。这就是您经常抬头看到的那块匾，以文艺化导人心，正好是写于您拍完济公之后啊，98年。对，这就是我们的宗旨。怎么理解这几个字儿呢？你看啊，以文艺化导人心，横着的以艺导心，以文化人，再过来以心导意，以人化文。文联一个老同志说，他说文艺有3种功能，一就是牛奶是营养，第2种是白开水，生命的基本需求，第3种是毒药，绝对不能干毒药。所以这您一辈子其实都在践行这7个字。对呀，一刻都不能忘啊，时刻准备着。以文艺化导人心是游本昌从艺的准则。作为话剧演员，他一直渴望能够出演一部浸润人心的话剧作品。
2009年，76岁的游本昌在参与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会议时，看到了现场一位剧作家编写的一部关于红衣大师李叔同的话剧剧本，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个剧本。您在当时挑到红衣法师的那个剧本的时候，您感觉到了什么美好？红衣法师这个道路啊，李叔同的道路啊，是很独特的。他参加了辛亥革命，但是后来革命失败了嘛，当时彷徨找不着新的方向，他就最后出家了。所以五四运动是1919年，他是1918年出家，所以没赶上。但是他爱国的热忱，因为是这个角色让我们特别深地感觉到了天下为公的这个公字。对，一定要有公心。您怎么理解您所饰演的这个人身上的公？这个上头一个八，底下一个四，为什么8个四是公呢？9宫格，8家农户，中间这块是给国家种的，是公粮，所以8个四，一个公。还真是。对，都是相互交融的，不是完全分开的。所以济公济公，济世为公，济世为公，自在其中。为了购买红衣法师剧本的版权，游本昌卖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。剧本出成后，游本昌的女儿游思涵主动接过修改任务。经过8次精心打磨后，话剧《红衣大师最后之胜利》的剧本才定稿。这部作品聚焦了红衣大师李叔同圆寂前5年投身抗日救国的历程，将必胜信念与爱国情怀融入到了每一段故事中。我人在中华，难道不讲华语，倒讲日语？说您演这个红衣法师的时候啊，前3场演完就没钱了，您一直没有任何的投资，到18年才有人愿意拿出来钱继续做这个戏。当时您没觉得自己的心血白费了吗？没有，得不到大家的回应的时候难过吗？所以后来就又做了嘛，做最后之胜利嘛。这个过程也延续了很久啊，是什么让您心里一直放不下？这就是他对抗战的态度，最后之胜利嘛。他没有看到，但是他有这信心，所以这一点也是可贵的。所以最后之胜利是一种信念，我们就强调了这个，强调这个理想。有了这个，你才能坚持嘛。演够100场了，120多场。您还记得最后谢幕的时候的样子？在最后一场的谢幕，没有最后一场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不断的延续的，都是一个节点，不是一个结束。2010年，话剧《红衣大师最后之胜利》在杭州首演。随后的8年里，年过80的游本昌带领剧团的演员辗转全国进行公益演出，演出的地点多选在学校、社区、基层单位和偏远的小城镇。从第一次看到剧本开始，将近10年的付出，这一趟不赚钱的演出之路，他走得格外坚定。好了，往前坐，坐好了。与此同时，游本昌和女儿游思涵发起了一个名叫“种子计划”的公益项目。
他们从全国招募热爱表演的年轻人，经过1年免费的专业培训，他们会组成教师团，走进基层，播撒梦想的种子。这个是什么？帽子。但是呢，通过表演呢，来，这是一锅汤，还可以变成什么？你们想一想。小猫，小猫，小猫。花盆儿，花盆儿，花盆儿，播种了，种了好，很好。所以它为什么不是帽子了？因为加上你的想象力了。艺术的起点是什么？就是想象力。因为上次采访您的时候，见到了您很多的学生，他们都到乡村里去教更小的孩子们，很多孩子都没坐过火车，但是他们知道了戏剧是什么。对呀，就是游戏呀，就是过家家，因为这就是快乐的童年呐。你要给他这样的机会呀。那您把这些戏剧带给孩子们，您想把什么带给他们？快乐，快乐是人生的快乐和人生的欢喜，这才是幸福人生的开始嘛。所以我特感动，当年您拿着一个帽子问大家这是什么呀？有人说这是个小动物，有人说这是一个小房子。大家的想象都不一样，这就是快乐。对呀，想象力，培养想象力，有了想象，就是艺术创造的开始，很重要。让更多人接受戏剧教育，感受艺术之美，是有老发起种子计划的目的。这些年来，由种子计划的学员们组成的教师团，已经走进全国10个县域的50多所乡村小学，触及师生达到了3万多人。2024年初，电视剧《繁花》中的爷叔，让游本昌再度成为观众热议的焦点。哎，嫂，我不讲了，我那个学生爷。和话剧舞台上一气呵成的表演不同，《繁花》的电影化表演手法需要将每个动作拆成多个镜头进行多次拍摄，这就要求演员表演这个动作时要前后一致，否则就会出现不接戏的情况。在之前的采访中，尤老描述了他遭遇的挑战。这那么脏啊！一开始就是文书啊，这叫接戏。您在现场怎么办？狼狈了呀，我记不住呀。算了，不拍了，回去。第2天，我把宾馆又布置成类似场景，他们把我拍下来，让我看。我不但要记住我的表演，还要记住我的动作、我的行动。当时全身心的投入，去跟他死磕去了。这个就是我的方法呀。演完之后，大家不是鼓掌吗？对，终于过了嘛。我就摘下眼镜啊，然后鲍老师、鲍德吉过来拥抱我。当时您的那个泪水是为什么流的呀？闯过一关了嘛。做生意是理性的事体，要用理性处理的。天气不一直好过去的，人不一直起早风啊，只不过太快、太毛糙，做生意闯误了。《繁花》中，爷叔阿宝的师生情谊为上海滩的商战增加了历史的厚重感。游本昌在剧中将角色的通透与厚重演绎得入木3分，让观众在品味剧情之余，再次感受到老艺术家的表演功力。
讲还是老的难。当然。所以我在想，当时您演爷叔的时候啊，您投射了什么样的自己在这个角色上？我要赋予他一种精神，永不停息，不断学习，不断进取，向前，乐观的向前。可是创作的过程很折磨人啊，3年，他们说从开始接到戏到最终完成所有的拍摄，是不是得持续了3年？不止，88岁，一直演到91岁，快4年了啊！而且还不断的最后配音还在配音，还在修改，我都参加，然后又配普通话版，普通话版也是我配的。导演认为别人不行，缺乏那种神韵，所以我还是干了。片场拍摄时，游本昌坚持提前到场后场，哪怕只是坐在角落默戏，也始终保持角色的状态。面对镜头，无论是一个轻捻烟头的手势，还是眼神里一闪而过的沧桑，都经过数十次推敲，力求精准传递人物的心境。将近4年的时间，他们说在片场里，很多时候没您的戏，您也坐在那儿，拿一个苹果箱坐在那儿，为什么呀？我要感受而且我要随时随地给别人提供方便嘛，对我来说也是个学习。您要给别人提供什么方便？因为我好多戏坐在对面是副导演，副导演还是个女的，给他们搭戏，一人方便自己方便嘛，可是您累呀，您就累自己个儿啊。这也是享受啊。为什么享受啊？为什么这么美呀？我不想留任何遗憾，正好这点跟导演，跟王家卫导演，就完全合适了，完全一致。哎呀，我就觉得真是幸运。所以您说这人生啊，是一座山爬完了，接着爬一座。哪有顶点？没有顶点。到了顶点现在还有一座山，那是下一座山。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游本昌。2024年，游本昌获得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。这一奖项是对他从艺70余年坚守艺术初心、塑造经典角色和推动文化传播的高度认可。今年，游本昌开始在养老社区安享晚年，恰逢暑期来临，孙女游颖启变成了这里的常客。游颖启现在主修音乐，前不久还在戏剧学院进修表演。午后的房间里，他给爷爷说起了绕口令：八老爷门前有8棵八角树，打南来了8个八哥，想在八老爷门前的8棵八角树上住。打南来了8个老头，打着8个八哥，骂着8个八哥，不让8个八哥在八老爷门前的8棵八角树上住。太棒了！现在到您了，您也给我来一段绕口令吧。哎呀，我可不如你哦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。我从上个学期上完课之后，我也想跑龙套，我想从小开始做，就是我姑姑也跟我说呀，只有小演员，没有小角色。哎呦，你这话太让我高兴了！哎
呀，好，这就对了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呐，小而全，这正是一个演员正常成长的必由之路。1年前，游本昌递交了21页的入党申请书，如今佩戴在他胸前的党员徽章，映射了他一生对信仰的坚守。尽管暮年已至，信念的力量却不因年龄而衰竭。今天我看见您觉得特别亲切，唯一不同就是带了党徽了。戴上党徽之后的您自己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既不一样，又是一样，是我，还是我，但是是新的我，是作为一个中共党员的我，责任感。您说这是一个新的开始？对，新的开始，主要是为了照亮未来，创造未来，走向未来。您还想做点什么？您生命当中的热情还想给予什么？不是我想做什么，它每天必然会有要做的，就会来啊。这必然的，它就是拥抱明天呐，迎接明天呐，迎接未来呀。带着这种状态去看您曾经最喜欢的那句话，以文艺化导人心。都要适应时代，适应未来，适应新的生活，适应新的观众，一定要这样的，不然的话就不行，不然就保守了，不可以的，一定是创新的。所以向未来，面向未来，迎接未来。